never possessed the metal for this, Crusader. You fail. 大家好，模仿著名的魂 like 游戏品类绝非易事，而堕落之主也清楚这一点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再也不能直接照搬复写黑暗之魂的玩法方式了。于是制作团队陷入考虑如何改进这种类游戏的境地中。今年早些时候，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具有独特机制的游戏，比如匹诺曹的谎言，但堕落之主则更进一步，通过提供一种独特的机制，完全改变了你玩游戏的方式。希望能凭借虚幻无引擎带来的强大画面、独具野心的平行世界机制，还有前代主机望尘莫及的玩法，以首款真正次世代魂 like 游戏之姿，在该类游戏的历史画卷中留下全新的一笔。本视频由游戏圈探索全程赞助播出。堕落之主将你带入了一个被2014年同名游戏建立的混乱世界。邪神阿迪尔在数千年的禁锢后回归，无论选择了哪个职业，你都将扮演一名黑暗远征军，在被诅咒的世界中奋力挣扎，踏上推翻邪神阿迪尔的征程。终于这一游戏类型，堕落之主在叙事上采取了一种轻松的方式，大部分时间都让世界来诉说故事，从冰冷的山峰到沼泽地，拼凑世界的每个细节，在这过程中使黑暗之魂玩家们会越来越有回到家的感觉。坚硬的战斗，强大的敌人，解锁快捷方式和遗迹赚取金币，将逐渐提升角色属性和武器，这些将在你面对游戏的 BOSS 时派上用场。游戏的这一部分在孤立情况下看起来不错，但也不是完美。战斗从来没有像艾尔登法环那样精致，遗迹之间的距离似乎有点不公平。即使 BOSS 打斗很有趣，也不能真正体现该游戏在魂 like 游戏品类中的突破。幸运的是，堕落之主的特色在于玩家可以用关键道具暗影提灯，在生者的世界公里界、Axiom 与王者的世界暗影界、Umbra 之间移动，你可以用提灯窥探暗影界。如果发现了一条公里界中不存在的路径，比如由白骨与血肉构成的平台，或是干涸的湖床，可以选择进入暗影界。乍一看，这个机制可能似乎有点花哨，但花更多的时间，你会意识到公里界和暗影界融入了游戏的基因中。在最基本的层次上，暗影界为你打开了新的进展路径，提供了在公里界中不存在的桥梁和通道。暗影界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个魂 like 游戏的难度，不过降得有限。如果在公里界死亡，你将在暗影界复活，获得一次重新挑战敌人的机会，只有第二次也战败了，你才需要从上一个遗迹开始。在暗影界逗留的时间越长，恐惧就积累的越多，会让情况变得更棘手，敌人会变得更强，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丧尸生物挡住你的去路。虽然都是杂鱼，但它们会让战场的复杂程度直线上升。再加上遗迹的数量稀少，前往暗影界成为了相当危险的冒险。一旦你适应了这个机制，切换公里界和暗影界就像一场猫鼠游戏，但如果公里界重生点附近有敌人，你就会暴露。可以切换到暗影界来恢复你的生命条，而不是使用珍贵的治疗道具，但也有一定风险。在游戏后期，一些相当强大的敌人会在暗影界出没，但一些最好的资源也可以在那里找到。切换机制为堕落之王添加了全新的维度，这很容易成为我们体验中最喜欢的部分。And the torturous mission to which they have bound you. 与恶魔之魂重置版类似，你会感受到每堵城堡墙壁或废弃村庄中的历史。即使在玩了40小时之后，我们仍然对这两个世界如何完美地融入彼此感到印象深刻。遗憾的是，从性能角度来看 ，PS5 版本的游戏存在一些问题。在我们刚拿到游戏代码时，体验状态不佳，但经过几次更新，大部分问题都得到了解决。仍然偶尔出现帧数卡顿和音频缺失。堕落之主作为一款好的魂系游戏，但它确实有自己的一系列不足之处，比如缺乏音频多样性、重复的敌人类型以及可以改进的战斗。然而，我还是挺喜欢它惊险的双重世界机制，多加了1分，所以评分在7分。感谢大家查看这篇评测，希望对计划尝试这款游戏的玩家有所帮助。关注游戏圈探索，带来更多精彩。